他用小刀划开自己的手掌，然后将流血的手举到了坏人面前。坏人看了一眼自己手臂上的伤口，立马变得紧张了起来。即便是他的援兵都已经找了过来，坏人依然是被吓得拔腿就跑。两人则在坏人的身后紧追不舍，直到两坏人被吓得落荒而逃。艾瑞克兴奋地直夸德斯特像个英雄，德斯特却神情紧张地坐在了地上。艾瑞克本想上前为他包扎伤口，却被拒绝，他只能把衣服远远地抛了过去。原来德斯特患有艾滋，这也是为什么受伤的坏人会被吓得落荒而逃。简单的包扎后，两人来到了车站。看着身体越来越虚弱的德斯特，艾瑞克的目光停在了不远处的公用电话上。没多久，他们就坐上了回家的大巴。一路上，艾瑞克都细心地照顾着德斯特。当大巴来到目的地，德斯特看到前来迎接自己的妈妈，立刻扑进她的怀里，大哭了起来，嘴里还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原来他是和艾瑞克悄悄地逃出了家里。之所以会做这样的蠢事，故事还要从两人有些相似的人生讲起。德斯特在一起医疗事故中不幸被注射了含有艾滋的血液，导致他小年纪就患上了艾滋病。在那个谈爱色变的年代，德斯特因为患病备受歧视，他不能去上学，也没有朋友。邻居为了隔绝病毒，甚至在两家之间筑起了高高的栅栏。虽然妈妈对德斯特的照顾无微不至，但白天他要去上班，德斯特只能孤零零的自己陪自己玩。邻家男孩艾瑞克和德斯特一样，他也来自单亲家庭。妈妈自从离婚之后，整天酗酒无度，不仅没时间管他，还动不动就对他一顿打骂。这也导致艾瑞克养成了孤僻叛逆的性格，以至于在生活中也没有任何朋友。这天，当艾瑞克正在院子里操控玩具飞机，嘴里配着空袭声音模拟战场时，高高围栏的另一边却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那正是隔壁的邻居德斯特。两个孤单的男孩就这么隔着墙聊起了天，聊得越多，艾瑞克对德斯特愈发好奇。在得知艾滋病不会通过空气传播后，他直接把一颗钉子砸穿了栅栏，随后翻过高墙来到了德斯特的身边。由于病痛的折磨，德斯特发育迟缓，虽然他跟艾瑞克年纪相仿，身高却矮了整整一个脑袋。艾瑞克不禁嘲笑他像个侏儒，对此早就习惯被人奚落的德斯特并没有生气。两人的相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他们频率相同，喜爱相通。没有朋友的艾瑞克似乎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这天，艾瑞克突然提出要去超市，带德斯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德斯特仿佛已经不记得上次走出家门是什么时候了，于是他开心地拿出私房钱，接着跟艾瑞克走出了后院。由于身体虚弱，不能长时间走路，艾瑞克就用轮胎坐船漂流在河道里。宁静祥和的溪流两边长满了洒上阳光的芦苇丛，两人惬意地坐着轮胎号顺着小溪缓缓而下。德斯特很早之前就听妈妈说过，落在这条河里的每一滴水，最后都会流进新奥尔良的密西西比河。当得知因为生病，德斯特已经很久都没有吃过巧克力了，艾瑞克不顾店员警惕的眼神，直接拆开了一个巧克力递给了德斯特，没给钱就直接开始吃，这让德斯特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但艾瑞克却说，不先尝一下，我们怎么知道哪种好吃呢？被这番歪理说服的德斯特放弃道德枷锁，直接尝了一口，那甜蜜丝滑的口感顿时让他惊叹不已。哇哦！艾瑞克见他喜欢，直接抱起一大堆同款，最后还不忘让德斯特付钱买单。返程时，为了让德斯特保存体力，艾瑞克又顺了一辆购物车，造出了一个小偷牌保姆车。可他们刚出超市就被3个小混混盯上了，混混们没心没肺地嘲笑着德斯特，大骂他因为是个基佬才得了艾滋病。然而艾瑞克并不害怕，因为他早已提前准备好了武器。面对3个小混混，他问对方，如果你们亲人患病被辱骂，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一番话把小混混们说得哑口无言。没想到平时在班里总是闷头不语的艾瑞克，此刻竟化身成了辩论家和护崽的母鸡。而听完这番话的混混们也良心发现，在向德斯特道过歉后，就准备转身离开。 I'm sorry you're sick. Thanks. 但一直被这3个人欺负的艾瑞克仍然气不过，犹豫了2秒后，还是扔出了手中的石头。被打中的混混瞬间被激怒，叫嚣着一定要抓住2人。艾瑞克见势不妙，推着德斯特撒丫子就跑。幸好前面是一个长长的下坡，2人乘坐购物车飞速前进，不仅成功甩开了追兵，还体验了一把速度和激情。只是艾瑞克对购物车的驾驶还不娴熟，先是差点跟横穿马路的老奶奶来个亲密接触，又差点撞到停在路边的垃圾回收车。不过每次都有惊无险的安全避开，这让2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由于妈妈经常不在家，通常艾瑞克只能吃一下微波食物。于是这天到家，他问德斯特，我是否能去你家蹭一下晚饭？德斯特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就是有点小害羞地说，你不能嘲笑我，
因为我妈妈会叫我小宝贝。艾瑞克嘴上答应得非常好，但到了晚餐时却差点憋出内伤。直到德斯特妈妈出去准备饭后甜点，他才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德斯特虽然感到十分害羞，但也对他的行为无可奈何，只能劝他尽量笑得小声点，不要让外面的妈妈听见。没多久，妈妈端来饭后甜点，艾瑞克看到后顿时两眼放光，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这时妈妈问起了艾瑞克的妈妈，而这个话题正好戳中了艾瑞克的痛处，他不情不愿地回答，也让原本欢快的气氛陷入了尴尬。德斯特妈妈也感受到了异常，随后不自觉地用手指缠起了头发。25 cents. 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约定，只要妈妈做这个动作，就必须付给德斯特25美分。德斯特的小金库就是这样来的。一段小插曲换回了餐桌上的愉快。艾瑞克很喜欢饭后甜点，于是当他看到德斯特没吃几口时，就想把德斯特剩下的一同消灭。可德斯特的妈妈却说，虽然唾液不会传染，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艾瑞克觉得有点遗憾和可惜，但马上又乐观地说道，等你病好了，我们去点一个怪物圣代，然后在同一个杯子里挖着吃。这本是艾瑞克对未来美好的展望，却让德斯特妈妈感到一阵心酸，因为他知道治好的几率非常渺茫。但艾瑞克却不信能有治不好的病，因为他认为有人能从面包的霉菌提炼出阿司匹林，自己就能从零食中组合出治疗的方案。于是他制定了一份糖果周期表，把各种各样的糖果摆满一地，然后排列组合让德斯特吃下去。作为对照组，他也会陪着一起吃。可结果不仅没有治好德斯特的病，他自己还因吃了太多甜食导致上吐下泻，而德斯特则因花光了所有零钱买糖果被关了禁闭。但当艾瑞克再次找上门时，德斯特的妈妈还是不忍心分开这俩小伙伴，于是又把德斯特放了出来。毕竟友情对于德斯特来说更为宝贵。虽然糖果疗法彻底失败了，但艾瑞克又想到了神农尝百草，于是两人穿梭在树林之间，收集各种各样的野草野树，然后熬成汤药给德斯特喝。虽然每次都难以下咽，但德斯特还是尽量配合，而艾瑞克也会认真记录各种草药的治疗效果。他们就这么在充满希望的每一天，既忙碌又充实地度过着。妈妈虽然毫不知情，但她明显感觉到，自从艾瑞克走进德斯特的人生，德斯特笑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他短暂的生命也不再是一片漆黑。作为答谢，妈妈甚至还会亲吻艾瑞克，而这个行为却让艾瑞克愣住了，因为自从他的父母离婚以后，他的妈妈就再也没有这样做过。这天，艾瑞克又在德斯特家蹭晚饭，可当他正开心吃着碗里的美味时，却发现德斯特充满疲惫，昏昏欲睡。艾滋病正在不断摧残着他的身体。妈妈见状，只能将他抱上楼休息，而艾瑞克也很遗憾，他的草药治疗没有效果。匆匆结束完用餐后，艾瑞克道别离开，却在走到一半时发现记录治疗效果的笔记本忘带了，于是他又匆忙折返了回去，不料却在门外看到了正在哭泣的德斯特妈妈。尽管平时装得很乐观很坚强，但看到一天比一天虚弱的儿子，他内心的脆弱和无助还是会不自觉地翻涌上来。看到这一幕的艾瑞克没敢打扰，只好默默地走回了自己家。可他不知道妈妈已经在房间里等了很久。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么晚回家，他手足无措地谎称道和朋友去逛街了。没想到这一听就是瞎掰的理由，还真的让他蒙骗了过去，也因此他可以继续跟德斯特一起玩耍。这天两人又来到商店买巧克力，德斯特无意在报纸上发现一位新奥尔良医生从植物里提取出了治疗艾滋的成分，两人兴奋地告诉了德斯特妈妈，还请求他开车去新奥尔良一探究竟。可妈妈却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如果是真的，德斯特的主治医生早就打电话来了。无奈之下，两人只能继续尝试植物疗法。这次他们尝试了一直不敢尝试的植物，还异想天开地认为这里面或许有治疗艾滋的成分。于是艾瑞克像往常一样煮好汤药，德斯特也硬着头皮将它喝了下去。然而药物并没有把德斯特的病毒带走，反而是把120给带了过来。当晚正在房间自娱自乐的艾瑞克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德斯特的妈妈就找上了门，还急切地问白天给德斯特喝了什么。原来那株植物含有剧毒，德斯特已经被送上了救护车。艾瑞克听后连忙翻出了草药记录本，并把它交给了德斯特的妈妈，而自己的妈妈也因此得知了他一直和有艾滋病的孩子玩耍，于是神情严肃地把他推进门，并狠狠地把他教训了一顿。再这样下去，你会害死我们俩。但艾瑞克并没有因为妈妈的反对断绝跟德斯特的来往，反而在地图上查好去新奥尔良的路线后，半夜偷偷溜出去找到了德斯特，并劝说他一起去新奥尔良找那个报纸上的医生。可德斯特害怕妈妈担心而犹豫不决，艾瑞克则安慰他说，如果你的病真的在那边治好了，他还会担心什么呢？
最终，德斯特被艾瑞克的话语打动了，留下一封道别信，拿上全部家当，便和艾瑞克共同开启了一场生命的救赎之旅。他们乘坐一只皮筏，缓缓漂流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后面还牵着一条玩具鳄鱼作为陪伴。累了，他们就躺在皮筏上休息，看着夜空中的点点星光入眠。醒了就一起嬉闹玩耍，聊着无边无际的话题。可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了问题，皮筏漂流的速度实在太慢了，即使不眠不休的前行，也要半个多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德斯特带来的药根本撑不了那么久。于是两人上岸后开始寻找顺风船，在被狠狠敲诈了一笔后，终于踏上了一艘前往新奥尔良的船。随着轮船缓缓驶向密西西比河，阳光照在水面上，每一个泛起的浪花都预示着新的生机和希望。可船上的日子实在太无聊了，于是艾瑞克叫上德斯特一起到船舱寻找玩具。然而玩具没找到，却找到一本成人杂志。在欣赏了书中的颜如玉后，他们又发现了夹在书中的黄金屋，不用细数就知道是好几百美金。艾瑞克想把这些钱装进自己口袋，毕竟他被船员狠狠敲诈了一笔，这些钱就当是连本带利还回来的。可德斯特却劝他最好别动歪脑筋，因为只要偷了钱，很快就会被发现。话音刚落，船只就突然停了下来。艾瑞克吓得赶紧把钱和杂志全都放了回去。等他们探出脑袋查看船停的原因时，才发现是由美女上来了。正值青春期的艾瑞克突然两眼放光，在看到一男一女一起漂流时，还意有所指地对其中一个美女说，还是两个人一起玩更有意思。而美女也成全了他的想法，让他和德斯特一起体验了一把。德斯特倒是满脸兴奋，可艾瑞克却是一脸愁容。到了晚上，艾瑞克想跟大男孩们一起烧烤，却被嫌弃太小，赶上岸露营。半夜，艾瑞克被一阵痛苦的呻吟声吵醒，原来德斯特突然发病，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艾瑞克很是担心，德斯特则解释说这只是艾滋病的一种症状。为了不让德斯特因此感冒，艾瑞克把自己干爽的衣服和睡袋全都换给了德斯特。德斯特害怕从黑暗中醒来，那感觉就像走在虚无的宇宙里，看不到光亮，也没有方向，一切都被寒冷包围。艾瑞克听后转身拿来了自己的鞋，让他抓着。如果你醒来时再感觉害怕，就想一想为什么会抓着艾瑞克的臭鞋，那就是肯定我还在安全的地球上，还在艾瑞克的身边，还在他的睡袋里。德斯特听后欣然地接受了，他抱着艾瑞克的鞋子就这样安然入睡了。当艾瑞克问他要不要关灯的时候，才发现德斯特已经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的德斯特在火堆旁依旧瑟瑟发抖，带来的药也只能再维持3天。可船上的人因为美女的到来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气急败坏的艾瑞克偷偷游上船，又悄悄来到船舱拿走了书里的几百美金，接着收拾好行李，带着德斯特继续踏上了冒险之旅。浓密的树林郁郁葱葱，沼泽里的芦苇迎风摇摆。为了让德斯特轻松一些，艾瑞克将所有的行李都背在了自己身上。就这样，不知在陡峭的山林中走了多久，他们终于来到了宽阔的公路，又终于顺利搭上了一辆顺风车。可当他们刚刚来到车站准备买票出发时，却看到船上的人也追了过来。为了不被痛打一顿，他们只能拔腿逃跑。经过一番上蹿下跳、上房跳墙后，他们逃到了一个封闭的工厂，然后利用身材优势从大门钻了进去。此时不依不饶的2个船员也追了上来，可他们个头太大，被铁门拦在了外面。艾瑞克见状得意地挑衅起了他们，这让其中一个船员恼羞成怒，顶着锋利的铁丝网直接翻了过去。艾瑞克只能带着德斯特继续跑进了废旧的仓库，同时也不幸地跑进了无路可逃的死胡同。面对步步逼近的危险，艾瑞克将德斯特挡在了身后，随后慌忙掏出裁纸刀想要拼一把，却不曾想对方直接掏出一个更大的匕首。看到对方身上的伤口，德斯特突然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于是他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掌，然后把流血的手举到了对方跟前，并直接告诉他自己患有艾滋。对方虽然怀疑德斯特可能在说谎，但几百块钱也不值得他赌上自己的生命，最终只能被吓得落荒而逃。看到身体越来越虚弱的德斯特，艾瑞克没有带他继续冒险，而是在一番深思熟虑后把他送回了母亲的身边。回家之后，德斯特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现在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吃，鼻子上也要时刻插着氧气。尽管如此，艾瑞克还是给他带了第一次买的巧克力，并打算再去找一些叶子来为他治病。此时已经有媒体报道杂志上的新闻是假的，所谓治疗艾滋病的办法只是媒体的借机炒作而已，只是一个存在于臆想中的希望。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都收获了一生最美好的友情。聊天过程中，德斯特拿出自己画的小漫画，上面描绘着他从出生到老年的模样。艾瑞克指着漫画说，我想见见这个80岁老头。可刚说完就哭着走到了病房门口。
还跟听到动静紧张赶过来的护士说，德斯特突然没有了呼吸。护士赶紧走到病床前给德斯特检查，可听诊器刚放到德斯特胸口，他就尖叫着起身，吓了护士一大跳。整蛊成功的两人也狂笑了起来，可笑着笑着，他们的表情又凝固了，因为护士告诉他们，早晚有一天这一刻会真正的到来。11岁的德斯特就这样被判了死刑。这天，主治医生过来查房，艾瑞克把之前护士的话说了出来。医生安慰他说，世界上有很多奇迹，而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人，或许你就是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德斯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离开病房后，医生狠狠地批评了那位护士，他不希望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之后的日子里，艾瑞克经常来病房陪伴德斯特，两人经常故技重施，骗过一个又一个医护人员。只是渐渐的，德斯特连睁开眼皮都很费力。这天刚睡醒的艾瑞克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他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跑到围栏边，爬上去后看到的却是被冲刷殆尽的泥巴城堡。他和德斯特一起做的小人战场也变得面目全非，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艾瑞克心头。随后他像往常一样来到病房，准备继续他们的整人计划。于是艾瑞克整理好情绪，冲出去随即拦下一名医生，然后隔着窗户准备看笑话。可过了许久，德斯特依旧躺在那里，怎么都没演出预设好的下一幕。艾瑞克呆呆地站在病房门口，感知到什么的德斯特妈妈也走了进来。医生看着他说了句抱歉，就转身离开了。德斯特生命的时钟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奇迹终究没有发生。妈妈坐到床边，轻轻抚摸着儿子，无声的悲伤显得那么刺耳。之后，德斯特妈妈开车送艾瑞克回家，路上两人都保持着沉默，一言不发，直到因红绿灯停下。妈妈看见别人抱在怀里的孩子时，才终于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她多么希望德斯特还活着，并且像一个正常孩子那样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童年。只可惜这一切终成幻想，上天不会给予任何人重生的机会。艾瑞克说，我真的很抱歉，没能为德斯特找到治病的药。妈妈听后泪如雨下，紧紧搂住艾瑞克，感谢他给了德斯特友情，给了他最后的快乐。不久后，两人开车来到艾瑞克家门口，可艾瑞克刚一下车就被母亲辱骂殴打，不敢反抗的他只能抱头躲闪。这时德斯特妈妈直接上前把他拦了下来，然后平静地邀请艾瑞克母亲进屋谈谈。但等到了屋里，他一把拽起艾瑞克母亲的衣领，将其死死地按在墙上，并强忍泪水说道，我要郑重地告诉你2件事。第一件，艾瑞克最好的朋友今天去世了，他要去送葬。第二件，如果你再动他一下，我就杀了你。他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了最凶狠的话语。3天后，艾瑞克如愿出现在了葬礼上，望着安静躺在棺木中的昔日玩伴，他呆呆地站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轻抚德斯特的领带，还有那双已经冰冷的手。之后艾瑞克便准备离开葬礼。离开前，德斯特妈妈用手缠着头发问道，你还会偶尔过来坐坐吗？艾瑞克指着他手指绕头发的动作说25 cents。这句话无异于在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德斯特了。看着艾瑞克离开的背影，德斯特妈妈发现他脚上竟少了一只鞋子，而当他回到德斯特身边时，又看到那只鞋子正被德斯特紧紧地抱在怀里，那是能让他安然入睡的臭鞋。母亲不明白艾瑞克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看到德斯特的脚上也少了一只，他好像又突然明白了。艾瑞克来到他们漂流过的河道，不舍地抚摸了鞋子很久，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入了水中。虽然德斯特的生命结束了，但他依然自由地漂流在路上。鳄鱼波鞋走天涯是由彼得·霍顿执导，布拉德·兰弗洛和约瑟夫·梅泽罗领衔主演，上映于1995年的剧情类电影。艾瑞克因为父母离婚，得不到家人的关爱，变得内心封闭，性格孤僻，不愿与人结交。直到隔壁搬来患有艾滋的德斯特，他才愿意敞开心扉，打开心门。因为德斯特虽然患有为人所不齿的绝症，但他却内心坚强，性格开朗，这让消极的艾瑞克对他充满了好奇，也让两人展开了一段终身难忘的友情，完成了一场感人至深的双向救赎。对于德斯特来说，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因为病毒被排挤的孤独。所以艾瑞克的陪伴就是最好的药方。也正因为有艾瑞克的出现，才使得德斯特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对于艾瑞克而言，德斯特与其妈妈的出现，让他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家庭温暖，填补了他缺失的内心，让他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很多人不理解片名《鳄鱼波鞋走天涯》，但其实它涵盖了整部电影的所有内容。那条鳄鱼代表2个孩子的童真，那只波鞋代表2个孩子真挚的感情，而走天涯则代表他们为友情义无反顾的洒脱。这虽然是一部关于孩童的电影，却感动了无数的成年人。因为长大后，很多人失去了童真，也失去了最令人羡慕的纯粹友情，所以才会在看到似曾相识的美好后，感叹和惋惜那些不复存在的时光。不得不承认，随着我们慢慢成长成熟，我们已经很难获得纯粹的友情了。
小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几公里，却能找到最要好的朋友；长大后，我们与千万人擦肩而过，却很难找到一个相似的灵魂。可即使外界的环境裹挟着我们不断成长，也迫使我们变得不再单纯，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还是要在内心给自己留一处洁白的空间。要相信大人的世界里也存在像12岁时结交过的纯真友谊。或许你觉得这种想法是天方夜谭，但永远不要怀疑相信的力量，因为只要相信就会坚定，只要坚定就一切皆可成真。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我是鲨鱼，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